Hello，大家好，我是伟权，欢迎回来我的频道。那今天呢，就想跟大家来分享我们要如何去分析每一个月的这个风水能量到底是如何啦。那今天呢，我会用的一个方式呢，是我们称作为飞星风水的一个方式来分析我们每一个月呢的那个能量变化。还有不同的方位、不同的位置它们的能量变化会是如何啦？那首先呢，相信大家对我们的所谓流年飞星呢都不陌生，对吧？那我们每一年在开始的时候，都会有很多的风水师或者一些命理师呢，都会跟你们分享我们今年哪一个方位是好的一个位置。好像我们今年2026年的话，好的位置呢是在东边、东南边，还有东北边。那这几个位置都是非常不错的，对吧？但是呢，我们在这一整年下来那这个能量呢，其实是会有所变化的。它会有不一样的一种感觉，随着时间的流动，它也会产生或者带来不一样的一个效果。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变化呢？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每一个月份，我们有所谓的流月飞星。好比说我现在拍视频的这个月份是6月份，那6月份呢，在我们的8个方位里边，我们每一个方位呢也有属于他们自己的一个飞星。打一个比方，我们今年在东南方是不是有9紫星，对吧？9号星，那这个位置呢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呢，我们在这个6月份的时候，它就会飞入另外一颗星，就是3号星。那这个3号星呢，就会跟这个9号星好像产生一个互动这样子，那让它呢变成另外一个效果，或者呢它会带来不一样的一个影响。那所以呢，我们每一个月份在研究这个所谓的风水能量的时候，就可以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更加细致、更加深入，或者更加准确的知道我们每一个方位在这个月份呢会有什么变化或者呢我们可以怎样更好的去利用这些所谓的飞星的组合。因为我们的流月的飞星跟流年的飞星，当它们重叠在一起的时候，它们其实是会产生某一种的变化，某一种的影响的。那如果我们可以更加好的去了解它，我们知道这个组合会带来怎样的一个效果的时候，那其实呢，我们可以知道我们要怎样配合自己的一个目标。好像我们在工作上面，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有什么要达到的一些目标的时候，我们可以去运用那个位置，或者去启动那个位置的能量来帮助我们OK， 那另外一个点，我们为什么需要去懂这个每一个月的变化呢？其实也是有些时候这个流月的飞星去到那一边的时候，它可能会变成不好的一个能量。好比方，在今年4月的时候，那其实这个东南方，我们用回东南方这个例子它就有一个流月五黄5号星飞到了这个东南的这个位置。所以呢，就算你的流年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飞星是9号，但是呢，因为我们流月是5号，所以呢，5号是在我们飞星里面最糟糕、最要避开的一个飞星所以呢，当它这样子组合起来的时候，那它反而呢是会带来很多的问题，还有一些烦恼那你可能如果好奇想懂是什么问题的话，那它其实
关系的问题呢，就是跟9号星它可能会带来的一些问题啦。那9号星通常啊，我们好的一面的话，说的是一种喜庆，是很开心，是热忱，对吧？那所以呢，如果你去启动这个方位的能量的话，那其实你整个居家或者这个家庭住在这里的人呢，那这一年啊都会过得很开心，都会过得非常的有满足感。OK， 你们家庭呢会比较和谐。那在做生意方面呢，别人也会更加的容易看到你，因为9号星啊，在这个9运呢，它也是属于财星的一种。所以呢，你去启动它的话，也会带来财运。但是在这个月份 ，OK， 在我们的4月份的时候，因为有5黄进入到这个东南的位置，所以呢，它跟这个9号星啊，就会产生一个变成好像一个坏朋友啊，一个损友，它带坏了这个9号星，那你们产生了一个不好的效果。那是什么不好的效果呢？就是9号代表喜庆，但是呢，因为有5号在一起的时候，它就变成是一种纵欲，一种享乐过度所带来的一种耗损，所带来的一种好像破财啊，或者呢对你身体、对你自身呢造成一种伤害这样子。那通常呢是通过过度纵欲啊、享乐啊 ，OK， 去花天酒地啊。甚至赌博啊，因为你要有一种快感，你要刺激，但是呢，这些呢都是相对带来很多的风险，还有一些后遗症的一种享乐，所以呢，它就会变成一种这样子的效果啦。所以呢，我们在那个月份呢，我们就会想要避开这样子的一种组合啦。那当然，我们所谓的损友啊，不是只有5号星啦，我们的整个飞星的系统里面。基本上，我们一个普遍上来说的话，损友的话有3号星、5号星，还有7号星。OK， 那这3个呢，基本上都是我们所谓的损友，但是呢，他们其实也不完全是一个不好的能量，它更多的是一种比较所谓不那么适合。在一些正规场合，或者通过一些正规管道，或者要达到目标的时候，我们是用合法或者合理的一种方式去达到目标的话，那这几个星呢，通常都不是，他们是用一种非常规或者呢非常另类的一种方式去达到他们的一个目标，所以呢，我们通常会把他们定义为不是那么好。因为呢，它通常带来负面的影响多过正面的影响啦。那当然，我们其他的星呢是一定就好吗？那我们可以说就是有好的有哪一些啊？就是1号、2号、4号、6号、8号还有9号。那虽然我们普遍上会说他们是比较好的，但是呢，因为他们在不同的组合的时候。他们跟流年还有流月，他们有不同的组合的时候，其实呢，它会带出他们好的一面或者坏的一面。我们需要学习的就是我们要去搞懂这9个星他们的一种特质过后，那他们在这9个跟9个之间所产生的所谓81个飞星的组合啊，他们会有一个怎样的结果？那我们才可以去判断。这个组合到底是好还是不好？那我们这个月呢是适合用还是不适合用？这样子啦 ，OK。所以呢，我们需要每个月去分析，每个月去搞懂这个不同方位的这个能量的理由呢，也是因为这样子啦。那我们呢不能就是说哦，今年流年就是。这个方位，我们老师就是说这个方位就是好，我们就一直用它就可以了。那如果你要更细致的，你要更加好的去用的话，那当然你要更加的关注的是每一个月份它所带来的一个变化。好，那说到这里的话，肯定 ，OK， 你现在头脑可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那如果我在年头的时候，因为听了。可能是我的分享，或者呢其他老师的分享，然后他们就说，这个方位
好比方我们2026年是东方还有东南方都是非常好，所以呢，我已经在这里做了所谓的风水的布局，或者去做了所谓的风水的启动。那我需要在这个月份去调整吗？因为你说每个月份会有不一样，对吧？那我们就要去调整还是要去把它拿走吗？还是有什么变化吗 ？OK， 那这个的话就进入到我们风水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你在设立那一个布局的时候，你在把这一个所谓的风水启动放在那一边的时候，你的一个意图，你的一个 intention 是什么 ？OK， 你在年头的时候，你放的时候 ，OK， 你的念头呢是基于这一整年的这个能量。你是没有考虑任何这所谓的月份的变化。那当你是这样子布局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好像所谓 time frame 就已经设定好了。那我们在中间呢，我们其实是不用再做任何的变化，不需要任何的调整。那你只要维持在年头的时候，你已经放好的或者已经布局好的那些东西，就让它持续下去。因为呢，那个时候你设定的时候是给1年的，那你就让它维持1年就好了。那至于这个月份是因为呢，我们有时候我们在一整年，那很多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小目标或者有不同的状况出现，对吧？那就好比方我们在公司里面，我们可能老板他们会设立一整年的一个大目标或者一个大方向，对吧？我们要完成这个所谓一个比较大的项目，但是呢，每一个月我们可能会有比较小的一些需要完成的事情我们需要去进行的一个小的项目或者我们的进度呢要跑到哪里去呢？或者我们每一个月份需要做不同的东西。那这个月份就好像这样子，我们是按照我们每一个月份可能有的一些需求，我们有的一些调整，我们去运用更得当或者更加的准确去用它的话，我们就需要这个流月的每一个月的一个分析，然后更加准确的让这个风水的能量来帮助我们OK， 所以呢，我们去了解这个月份每个月份的变化呢，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也非常好的，可以帮助我们去完成更多的事情如果你好像我一整年其实没有什么目标，我其实只要有更多的钱，我只要更多的收入，更多的生意。那这个月份的这个布局呢，每个月的调整的去布局其实呢也是可以帮助到你的。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所谓的流年的这个飞星，就是所谓的财位在哪里这样子，对吧？但是那个布局呢是 for 一整年的，那它可能它的那个效果，立刻看到结果的那个时间呢没有这么快。那你要更快的，你要在这个月里面就看到有结果的话，那你其实你要追的，就是说你要去启动的，反而是每一个月的那个财位。OK， 我们所谓好像在追那个财星这样子，那你可以连续追可能3个月、4个月这样子，那让你自己呢去达到去提升你的这个收入，然后达到你要的一个财富的一个目标这样子啦。那因为这个每个月的财位呢，它也是会变化的，它会就是所谓的飞星嘛，它其实是会飞来飞去这样子。所以呢，重点就是你要懂得怎样去看这个每个月的这个飞星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变化，然后它的组合会产生怎样的一个效果啦。
那说了这么多，那我这里呢就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一个入门或者一个方式呢，去让你自己啊也可以大概搞懂这个所谓的我们如何去分析这个流月的这个飞星了。那首先第一步，你当然要先拿到，或者你要先搞懂今年流年的一个飞星的盘是什么。那这个呢，我相信你在 YouTube 随便搜寻都可以找得到，有太多的老师，还有风水师、命理师，什么人都在分享这个，那不难找到。那你只要找到这个盘啊，第一步就完成了。那第二步呢，你要做的是，你要去找到每一个月份属于他们自己的一个飞星盘，那每一个月呢也会不一样的。那这个资源呢，我暂时比较少看到免费分享的，就是说我很少看到有一个平台或者有什么 YouTube 会直接放在网上给大家去看这样子。那我得到的这些讯息呢，其实是我自己本身呢有去订阅某一个系统，就是一个风水的软件这样子。那它里面呢，其实已经帮我排好了每个月份的这个飞星盘是什么。那我只是呢直接拿来用。那当然到这个时候一定会有人问我，如果都没有的话，我要自己去飞那个，就是自己去排那个盘，可以吗？是可以的，如果你学得会的话，OK， 网上我相信也是有人在教的。你要用这个非常比较麻烦、比较多功夫的一个步骤也可以。我也有学过，我非常坦白的说，我有学过，但是我记不起来。我也觉得我不想浪费这么多的时间去慢慢把它排出来这样子啦，所以我就直接有软件，我就用软件给我的那一个版本，那就已经可以了。那这个呢，需要大家做一点功夫啦。那你们可能需要去 Google 或者 YouTube 去找这个盘到底是什么。那当然也有更简单的方式，就是订阅我的这个北岳风水启动的这个服务。那这个呢，我就会把每一个月的这个飞星盘呢都发给大家。那有些时候如果我记得的话，我可能也会就是免费发在我的社交媒体上，所以大家也记得去订阅，去追随我的这个社交媒体。那完成了第二步过后，那你们要做的就是要搞懂，那在这8个方位里面，哪一个呢是这个月份最好的，然后可以去运用的一个位置。那这里呢，我可以像我刚才说的，我们可以用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呢，就是只挑选那一些基本上是好的飞星。那普遍上是好的。那什么是普遍上比较好的呢？就是1号、2号、4号、6号、8号还有9号。那不好的呢，就是3号、5号跟7号。OK， 这3个是普遍上不好。所以呢，你们就可以去看。那如果它流年跟流月呢2个都是好的组合的话，那就是好的那个飞星的话，那基本上它都不会所谓太糟糕，不会太糟糕。但是我还是给大家更多的一个提醒就是有时候就算是2个是好的飞星，但是呢，因为他们的一些特质或者他们所带来的一个效果，就算是2个好的在一起，它有时候也会变成不好。那有些时候呢，你可以说它是有一个好一个不好，但是呢，神奇的，他们又会带来很不错的一个效果。那甚至有些时候可能2个都不好，但是呢，它还是可以带来好的。那重要的点就是你要懂得这个81个组合到底是怎样，或者他们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这个81个组合呢，我就不知道谁有教过 ，OK， 有免费教还是在 YouTube 有人教，或者甚至你问 AI 的话，我也有尝试问过 AI， 它给的答案呢，其实不是那么满意啦，因为呢，它只是抓得到那一个原本的那个星的一种特质，好像1号星是什么特质，然后2号星是什么特质，然后他就把它好像组合起来，然后混在一起来得出一个答案这样子。但是呢，在我们的所谓81个组合里面，其实它有更多自己的一个逻辑，还有自己的一个方式，一个分析的方式。所以呢，这个我没有办法教大家要去哪里找，除非你可以买到书本，或者呢在 YouTube 上面有人教。那甚至如果未来我应该会拍视频，可能会拍视频吧。OK， 如果我不懂要拍什么的话，我可能会教大家这个风水我们要怎么去看。那个视频被拍出来之前呢，那如果大家想现在就立刻去用得到每一个月份的这个能量，这个风水能量的变化的话，来帮助你达到你现在在工作上、在生活上想要完成的一些目标，你想要达到的一个状态的话，那其实呢，我在我的这个每月的风水启动订阅里面都已经有帮大家去做好这件事情了。我会跟大家讲哪一个位置是好的。那这是第3步。那第4步 ，OK，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也是最难、怎么说呢？比较难学得到，或者你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做得到的事情啊。其实就是要用对的时间去启动它，因为我们在1个月份里面，我们有每一天、每一个小时，对吧？每一个时辰，那它每一天、每一个时辰的这个能量又不一样，所以呢，在我们的风水里面啊，这个所谓的时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很多人会以为啊，风水呢都是只是关于位置、关于方位 ，OK， 关于要摆什么、要做什么，但是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还有一个元素，就是时间 ，OK， 这个时间，因为这个时间呢是会确定你在那个时候的一个意图，你用那个时间的话。你有点像你跟老天或者跟这个所谓的如果我们有一个风水神还是一个宇宙的能量的话，就是说我在这个时间做这个事情，我去启动它，就是说我是非常一致的，我就是要去启动这个月份在这个位置的一个能量。当然我们会选好的日子啊，或者适当的日子来做这件事情嘛，它就会变成是一个非常准确，或者呢非常有力量、有 power 的一个启动这样子。如果你会一点择日，或者你会挑选这些时间，然后搭配这个风水的启动的话，那当然你可以自己去做这件事情。那不过如果你觉得我真的什么都不会 ，OK， 那你想要有一点人帮忙的话，那我也是有这个服务 ，OK。那我刚才已经有提了，就是我每一个月呢都会帮大家来挑选好的位置，还有对的时间去启动这个能量，然后来帮助你还有你的家人或者你的公司里面的人一起受益于这一个方位的一个好的能量啦。这是第4步啊。那讲了这么多风水启动啊，可能有一些人可能第一次听我分享这个的话，他们可能不了解什么是风水启动，到底是做什么，是不是要做一些很奇怪的仪式啊，还是要摆或者要买什么东西？那这里呢，我可以非常直接跟大家讲，我没有卖任何所谓的风水物件给你们，你们不需要跟我购买任何的这些物件。
那你们只要买的是，你们可以去超市或者去任何的地方，杂货店什么地方都可以买到的东西，就是蜡烛。OK， 就是油灯或者蜡烛，我们就是通过用火的启动。我们在风水启动里面呢，其实是有所谓的5行的启动的。但是呢，我们为了容易或者为了方便，或者用在好的一些方式的话，我们通常是用火或者水这2个，因为它们的能量是最快的、最快见效、最快对你有影响的。所以呢，我们会用火跟水。那火呢是最快的，对比水的话，它是更加的当下、更加的瞬间的。你只要搞到这个，那就可以了。OK， 那是非常非常的简单，你不需要装修，不需要去要搬家或者要打洞，还是要做什么东西，也不需要，甚至都不用移你的家私，不用移什么。OK， 你可能需要移你的位置。OK， 可能你在家上班的，你的电脑是放在这个位置，那你可能看到原来是下个月在另外一个位置比较好。那如果你允许的话，你可以带着你的电脑，可能是 laptop， 你的手提电脑就移去那个位置，先短暂的1个月在那边做工。那不然的话，我们就是用这个风水启动，就是用火的方式去引动那一个位置好的能量，然后让它扩散，然后影响整个居家这样子啦。好，那这个视频呢，我就是想跟大家来分享这一套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去分析还有掌握我们每一个月份这所谓的风水能量的一个变化到底是怎样去理解，然后我们要怎么去掌握它。那我的方式呢，就是这简单的4个步骤了。那最后 OK， 我突然间想到，肯定也会有人会有一些学过风水的还是什么，他肯定会来跟我留言说，你这个太简单化了。OK， 你不能这样子用，我们还要去看很多不同的条件啊，要看家里的布局啊，要看家外面的布局啊，blah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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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我知道肯定有这样子的人，你可能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子做？我都懂，我都知道 ，OK。但是有些时候是这样子，我为什么拍这个视频，想跟大家讲用这个方式，是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住在那个家，有一些人真的没有条件去换这个家，他们没有办法搬家，他们可能生活上已经非常的拮据，非常的糟糕了，他们已经没有更多的条件搬家或者去装修家里或者去改变什么东西。那我想要提供一个最简单就立刻当下就可以用的方式，其实就是这个所谓的飞行风水，因为它并不需要你去改变你的家任何的布局，也不需要去改变你住在哪里。那你只要你是住在一个家啦 ，OK， 你是住在一个家，那你就用最便宜，只是要买一个蜡烛的一个方式，你就可以去启动它了。那甚至你都不要的话，你觉得我还是没有办法，那你只要搞懂哪一个位置是好的，那你只要把自己放在那个位置先慢慢的去改善，一点点的去改善自己的这个条件。Use whatever you can，OK， 我只能用英文的这句话 ，Use whatever you can。不要被网上有这么多的人跟你说，风水就是要看那一个，就是要买那一个，就是要做这个，要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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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这些都是以后过后你条件变好了，你的状态变好了，我们都可以一一来谈，我们可以来慢慢做。但是如果你现在就是非常的糟糕，非常的不行的话，我强烈的建议就是用这个最直接、最简单的方式，先帮助你自己。好，感觉分享了很多 ，OK， 基本上我想表达的都表达完了。那
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视频，那对你有所帮助。如果大家真的想要有更好的去运用这个每个月的风水能量的话，我非常建议大家去订阅我的那个每月的这个风水启动服务。好，那如果没有的话也不用紧，那只要大家去帮我点赞、分享，还有留言在这个视频下方，那我就已经非常的感谢大家了。好，那这个视频呢，我们到这里，我们下一个视频见，拜拜。